我被这个世界的天道诅咒了，天道认为我这个穿越者是域外天魔，于是便将整个世界的霉运都施加在我身上。从此我便感觉像是被扫把星附身一般，走到哪霉运就跟到哪，喝凉水差点呛死，走平地差点摔死。万幸的是我觉醒了人生模拟器金手指，但我每次打开模拟器都会显示余额不足。最终我通过各种尝试，发现能充值的只有这个世界的货币，于是我只能每天都把赚到的钱充进去。在长达2年半的不懈努力后，我终于攒够了10两银子，刚好能使用模拟器一次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2年了，你知道我这2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有修士存在的，而我又是个衰神附体的体质，生怕哪天出门不小心得罪了大人物，被人一巴掌拍死，所以只能来到这偏远的刘家村，靠打猎为生，顺便积累钱财。现在我终于完成了原始积累，我迫不及待的选择了是，顿时眼前就出现了一行行文字：20岁，你流落刘家村，被村民刘石头收留；22岁，你决定跟随商队外出闯荡，路上遇到一支狩猎队遭到劫杀，你跳到河里侥幸捡回一命；你身受重伤被一位王姓商人所救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你到他的店里当了5年账房先生。27岁，你攒够了钱买了一本玄元功，迈入修炼之道。37岁，你花了10年时间，终于练成第1重，成为9品武者。40岁，你的东家惹到了一位7品武者，对方杀上门来，你拼命抵抗，被击杀当场，结束了这一生，这就完了。我看完后有些无语，花了10几年才成为最低品的武者，这资质简直差得令人发指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金手指的话，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算不算是这届最差的穿越生？模拟结束，你可保留以下的其中一项：40岁时的武道境界，40岁时的人生智慧。看到这里我心头狂喜，也就是说我可以马上拥有在模拟人生中40岁的境界，或者武道经验，或者人生智慧3选1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1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武道境界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练武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，功力才是王道。下一刻，我就感觉到体内一股热气流转全身，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起一门功法口诀，正是玄元功第1层的法门。体内的真气如臂使指，仿佛练了10年一般，片刻间我就已经迈入9品武者的行列，这就成了。我还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突然一拳轰向一旁的门框，真气运转间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我的拳头直接穿透了门框。看看自己毫发无损的手和那个破洞，顿时有些心潮澎湃。我知道从此刻开始，以往那些苦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不过关键还是要多挣钱。这是我冷静下来后想到最重要的点。这个模拟器就跟前世那些游戏一样，死要钱。有了钱我才能继续模拟人生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是武者，有了实力后挣钱自然容易多了，不用像以前那样苦逼。同时我心想，也是时候离开刘家村了。这时外面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陈峰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听到有什么声响，还以为你房子塌了。来人正是当初收留我的刘石头。见状我说道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在练功。刘石头的目光落在门框上那个破洞上，神色有些震惊。难道你已经……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也不瞒他点头道，没错，我修炼出真气了。修炼出真气正是入品的象征。刘石头被震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家传的功夫确实是不入流的，他父亲和爷爷练了一辈子也没能练出真气来，现在却被我做到了。他是由衷的替我感到高兴。陆兄弟，正说着，突然外面来了一位中年人，正是以前买过我东西的行商。老高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确实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老高笑呵呵的说道。进屋后，老高直接道出了来意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一趟打算去王家沟，想雇你当个向导。一旁的刘石头听到王家沟这个名字，脸色微变，而我则有些好奇，你怎么知道我识得去王家沟的路？王家沟是几十里外的一处沼泽地，常年弥漫着毒物瘴气，还有许多毒虫出没，是一个凶险之地。老高笑道，你之前卖给我的那张貂皮，正是王家沟特有的紫貂。陆兄弟若愿意当这个向导，我们愿出2两银子作为报酬。整个刘家村知道怎么去王家沟的只有我，于是我露出洁白的牙齿道，王家沟很危险，得加钱，你要多少？我报了个数，20两。不可能！闻言老高差点跳起来，这简直就是抢劫。见状我笑了笑，伸出手指在桌面上一戳，直接洞穿了桌面。武者！老高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向我的眼神也充满了震惊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大人万望恕罪。他立马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语气恭敬到了极点。这态度转变之快，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展现出自己入品武者的实力，自然是为了要价，只是没想到竟然把老高吓成这个样子。看来武者在这个世界地位不是一般的高。见我不出声，老高额头上都开始冒汗了，赶紧扯下钱袋，双手呈到我面前。我没有接而是问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之前买的紫貂皮的市价应当是30两，这里是20两，还差8两，等小的回去后一定补上。老高感觉手上一轻，心里也跟着一轻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窝在刘家村的年轻人竟然会是武者。如果早知道的话，打死他也不敢出那样的价格。这事恐怕还没完，不大出血没那么容易过去。老高想到这里有些心如刀割。这时我终于发话了，20两够了，你也要挣一点。而老高听到这句话，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竟然就这样轻轻放过自己了，立即激动地说道，多谢您大人有大量。好了，向导一事你们回去再商量一下。我挥挥手让他离开了。老高走后，刘石头很快也走了，而我掂量了一下老高留下的钱袋，有些感慨。之前我拼死拼活2年时间才挣到10两银子，现在只是展现一下武者的实力，别人就自动自觉地奉上20两银子，还生怕我不收，这反差未免太大了。把门关上，我打开模拟器页面充值，充值成功，当前余额24.5。是否使用人生模拟器？使用一次消耗20金钱，提升实力后居然涨价了，而且足足涨了1倍。我有点肉痛，但还是选择了是。眼前又一次出现文字：20岁，你流落刘家村，被
村民刘氏都收留。22岁你成了九品武者，决定跟商队外出闯荡，在王家沟遭遇一支狩猎队遭到袭杀，你不是对手逃遁而去。你回到刘家村，发现村庄被屠，所有村民无一幸免。你立誓报仇。出山后，你到了凤凰城，加入某个家族成了护院，苦修10几年未能突破8品，按捺不住报仇之念，找到当日的凶手之一，动手之时却被其护卫所杀，终年37岁。这次模拟我的起点就是九品武者，遭遇也跟上一次完全不同，唯一相同的是又遭遇了那支狩猎队。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神情有些难看，他们竟把刘家村给屠了。这2年我一直住在村子里，跟这个村子有很深的感情。我握紧拳头，既然提前知道了，那我就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保留以下的其中一项：55岁时的武道境界，55岁时的人生智慧。这一次模拟，我的境界未能突破到8品，所以我选了第2项武道经验。在我做出选择后，脑海中顿时多了无数知识和经验，拳法、腿法、剑法等各种战斗技巧，这些都是在这一次人生模拟中10几年苦修得来的。现在我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九品武者，既有境界又有相应的实力。第2天清晨，我来到村口，那支商队已经整装待发。见我出现，老高立马就领着另外3位行商过来了，向我行礼。陆公子，我们昨天商量过了，若是您愿意陪同我们前往王家沟，我们愿奉上100两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若是碰到了什么危险，还望公子能照拂1、2。闻言，老高便奉上一个钱袋子，但我接过却感觉轻飘飘的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金叶子，大概1两左右。看来这个世界的金银比率在100比1左右。拿到钱后，第一时间我便充值了，当前余额为104.5，我立马就选择了模拟。22岁你成了九品武者，决定跟商队外出闯荡，在王家沟遭遇一支狩猎队遭到袭杀，你拼死杀了几人后被击杀当场，终年22岁。什么？我看到这次模拟的结果，目光一锁，我的实力明明比上次要强得多，为什么上次能逃掉，这次反而被杀了？而且我昨天还耍了个心眼，让老高考虑1个晚上推迟1天出发，结果还是遇到了那支狩猎队，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模拟结束，你可以保留以下的其中一项。这次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了3。从这里到王家沟岸，照马队的速度大概要2到3天，模拟中我死的时间应该就是几天后。选境界和经验都毫无意义，倒是这个人生智慧，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下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就凭空多出了一些记忆片段，我终于看到了那支狩猎队的样子。总共10几期，为首的是一个年轻人，其余人都是他的护卫和手下。我临死前曾开口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记住了本公子姓刘。”我最后听到的是一个嚣张跋扈的声音，最终我心中只剩下4个字：不可力敌。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次模拟得到的人生智慧吗？之后我趁着商队停下休息时向老高打探：“老高，你可听说过柳家？”闻言，老高说道：“在8郡谁不知道柳家？就连郡守也要仰仗柳家才能坐稳位置。”然后我又问道：“这柳家风评如何？在下可不敢非议柳家，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”突然旁边一个行商说道：“要不是那柳家欺行霸市，挤兑的我们这些小商人活不下去了，又何必跑到连山中来做这要命的买卖？”于是我借机发问：“柳家凭什么这么霸道？”当然是凭他们柳家的麒麟子天骄榜第9的柳天了。20岁的2品武者迈入神通境是迟早的事。20岁的2品武者，闻言我头皮有些发麻。我现在才9品而已，就算有金手指在手，以我的资质不知道要模拟多少次才能到2品，而一个郡的世家而已就有这种级别的高手，这个世界果然不是一般的危险。从老高的口中得知，这天骄榜只列天下20岁以下，境界在2品以上的年轻强者，能上榜者皆是当代真正的天之骄子，日后成就无可限量。要说我们8郡确实是人杰地灵，不但出了一个天骄榜第9，去年又出了一位红颜榜第13。说完，老高主动解释道：“这红颜榜收录的都是天下绝色，但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登上这红颜榜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苏家要不是出了一位苏芷达，也不会被柳家盯上，被搞得家破人亡。”说起苏家被灭门之事，几位行商的脸色都不好看。苏家是8郡传承多年的世家，柳家竟然说灭就灭了，可见其霸道行事肆无忌惮。这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，我虽然了解到了柳家的不少人物，可是还是无法判断那支狩猎队的那个年轻人是柳家的哪一位。趁商队继续上路时，我再次打开人生模拟器，消耗20金钱后开始模拟。22岁你成了9品武者，决定跟商队外出闯荡。在路上你们迷路了，没有去成王家沟。2个月后，你跟随商队到了凤凰城，凭借出众的身手，被盛家招揽成了盛家的一名护卫。27岁，5年间在你数次指点下，盛家的商业版图得到扩张，你也得到盛家家主的看重。为了笼络你，传了你高阶功法赤阳功。30岁你重回刘家村，发现村子在8年前就被人毁了，你立誓报仇。35岁你终于突破了，成为了8品武者。36岁，盛家的生意引来了柳家的觊觎，盛家家主遭到袭杀，你战死当场，终年36岁。看完这一次模拟后，我脸色有些难看。就算我避开了柳家那支狩猎队，刘家村还是没能躲过被屠杀的命运，这是为什么？柳家为什么非要屠灭刘家村？我实在是想不通。要说自己倒霉也就算了，为何每次刘家村都要被灭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还是有收获的，最起码境界突破了，我的实力又能提升一大截，成为了8品武者。现在我的余额还能再进行3次模拟，希望能找出破局的办法。一直等到老高再次提议休息时，我找了个借口到附近，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，打开模拟器说道：“我选1。”顿时我感觉体内的真气不断膨胀，可怕的热量散发开来，
仿佛在体内燃烧一般，同时脑海中出现了一门新的功法，正是赤阳功的前2层。片刻后，我体内的真气完全转化成了赤阳功的功力，这就是8品武者的实力吗？我感受着体内强大的真气，心头有些震动。提升了一个境界后，真气起码增加了3、4倍，转变成火属性后，威力也是更上一层楼。2个境界之间差距竟然如此之大，那么2品武者修炼的又是比赤阳功还要高明的功法，实力会强到什么程度？我摇摇头，将这个念头抛出脑海，想起了当前的困境，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能不能敌得过柳家那支狩猎队。夜晚趁商队休息时，我悄悄返回了刘家村，并找到了村长刘老头，告诉他有一伙贼人正向刘家村而来，让他赶紧带着村民先撤离村子，到山里躲避一下。我本以为要说服他会非常困难，毕竟光凭我的一面之词，就要将村子紧急撤离到山里，这种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的。没想到村长立马就站起身，从角落处拿出一个破锣，走出外面用力敲了起来。这样的信任让我很是感动。快天亮时，我回到了商队，顺便打开模拟器模拟，可这一次价格竟涨到了50金钱。看来我的境界越高，消耗的金钱也越多。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选择了模拟。22岁你成为8品武者，跟随商队离开刘家村，在路上遭遇了一伙山贼，你出手解决掉他们后，改道不再前往王家沟。1个月后，你前往凤凰城，得到县尊的赏识，成了他的长随。25岁你回刘家村探望，发现村子已被夷为平地，你立志要找到凶手，替他们报仇。30岁你查知当年的凶手正是柳家子弟，有一回县尊宴请一位柳家的重要人物，他发现了你心中隐藏的杀意，次日你被县尊毒杀，结束了这一生。看完这次模拟，我心头一沉，这一次我既没有去招惹那柳家的狩猎队，又提前让刘家村的村民进山躲避，居然还是没能逃过一劫。为什么柳家的人非要对刘家村下毒手？而且这么多次模拟，我每一次都是死在柳家人的手里，简直就是宿命般的死敌一样。这次模拟结束，我选择了30岁时的武道经验，只要境界没有提升，那么选武道经验自然是最划算的。顿时我的脑海中多了无数的武技、剑法、拳法、身法等等，而且都是无比纯熟，仿佛得心应手。这是我在这次模拟的人生中苦练了8年的成果，至此我才算是真正拥有了8品武者的实力。这时我看了一眼自己的余额，只剩下15两，剩下的钱已经不足以进行一次模拟了，而且我还不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能不能打得过柳家那支狩猎队，保险起见还是要多进行几次模拟。可是现在余额不足，又该上哪去找钱呢？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有人靠近，立马大喝道：什么人？老高几位行商和一众伙计反应都是极快，纷纷抽出武器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在这里，很快一名伙计发现了那人的藏身之处。别动手，我没有恶意。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年举着双手从树丛里钻了出来，他话未说完，几名伙计已经一拥而上，扭住少年的双手，拿绳子捆了个结实，说：你是什么人？为何鬼鬼祟祟的在附近？闻言，少年脸色涨红，奋力挣扎着：我好心来提醒你们，你们为何要恩将仇报？你们已经被过山峰盯上了，不想死的话就快逃吧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脸色都是大变，就连没出过刘家村的我都听过过山峰的名声。这是活跃在附近山脉的一伙山贼，做的是打家劫舍、抢劫过往商人的勾当，而且手段极其残酷。忽然间，嗖的一下，一支利剑从一旁飞了出来，扎穿了一名伙计的脖子。这下变故让所有人都明白，确实是遇到山贼了。紧接着，四周的丛林里冒出7、8个人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弓箭，瞄准了在场众人。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这是过山峰的3当家催命鬼。老高看见此人，心中一片绝望，难道今日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但突然间，他看到我，又生出一丝希望出来。是啊，自己这边也有一位入品的武者啊。此时，催命鬼的手下指着那个前来通风报信的少年问道：二当家，那个叛徒怎么处置？闻言，催命鬼怒道：敢背叛寨子，抓起来当众点天灯。而那个少年本是一脸恐惧，听到催命鬼的话反而激愤起来。我张小海家世清白，是被你们裹挟而来，可不是山贼。见状，催命鬼狞笑道：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硬骨头，待会我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敲碎，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硬。话未说完，催命鬼脸色一变，突然侧过头，一粒石子带着劲风擦着他的脸飞了过去，伴随着几道破空声，周边几名弓箭手血溅当场，哼都没哼一声便倒下了。一共9名山贼，现在还站着的就只剩下催命鬼一人。反应过来后，催命鬼将鬼头刀横在身前，喝道：来者报上名来，老子刀下从不斩无名之辈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众人只听得刀锋划破空气的震动声，下一刻就见催命鬼的后先喷出大片血液，轰然倒地。老高等人看着地上的尸体，一个个都有些不可思议。鼎鼎大名的过山峰3当家就这样被人一刀嘎了。之后我没有去看地上的尸体，而是将砍刀重新插回腰间。穿越到这个世界后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杀人的准备。可是这一天真的到来后，还是觉得有些难受。刚才那一手天女散花的暗器手法和这石破天惊的一刀，都是上一次人生模拟我花时间苦练的杀招。回到商队后，我让老高他们将尸体处理掉，然后我把张小海叫来，想问问山贼的情况。没错，我现在已经穷疯了，打起了这伙山贼的主意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这伙山贼的详细情况。现在山寨只剩下30几个山贼和一个8品境的大当家，其中我重点询问了过山峰这些年打劫的财宝，可张小海只知道都在一个大箱子里，位置只有过山峰最信任的人才知道。等我和张小海聊完后，回到商队那边，老高捧着一堆东西过来，毕恭毕敬的说道：公子，这是从那些人身上搜出来的，我看去竟然有不少银两，还有半本纸页泛黄的书。我将银两收起，
然后拿起那半本书翻看了一下，上面记载的是一门刀法，就算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，也觉得颇为高深。这时老高搓着手问道：“还有那些弓箭和兵器该怎么处理？”这些匪徒留下的都是上好的牛角弓，拿到黑市上最少也要50两一副，那就25两一副卖给你们了。还有王家沟不能去了，那里已经被过山峰那帮人占了。老高几人闻言都是大惊失色，接下来几位行商就在一边商量接下来要去哪。我一个人走到一边冲之后，余额再一次超过50，我又能使用人生模拟器了。22岁你成为8品武者，跟随商队时遇到了一伙山贼，你出手解决了他们，之后你前往王家沟，想要解决过山峰一伙，却不敌过山峰，关键时刻一伙人杀了进来，你趁乱逃走，误入一片沼泽，遇到一个神秘人被吞了。什么鬼？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模拟下场会这么惨，竟然被人给吞了。那王家沟附近的沼泽这么危险的吗？过了好一会，我才将这种负面情绪排除掉，思考起来，这次模拟还是有价值的，至少让我知道了一件事，现在的我还不是过山峰的对手，还有关键时刻杀进王家沟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柳家的那支队伍。之前几次模拟我们都是在王家沟附近碰到柳家的狩猎队，这能对得上，也就是说柳家也是冲着过山峰来的。柳家解决掉过山峰后，在回去的途中经过刘家村，将村子夷为平地，至于原因还不清楚，我就是像在拼一副拼图，通过一次次模拟来复原整件事的真相。现在我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。这次模拟结束，我选择了22岁时的武道经验，顿时我脑海中就多了一段战斗的记忆，正是在模拟人生中跟过山峰拼斗的过程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深刻在脑中。我也终于知道自己输在哪了，是兵器。论硬实力，过山峰就比我高一线，而我之所以会输得那么惨，就是因为兵器太差，对方使用的长刀非常锋利，打到一半我使用的催命鬼的鬼头刀竟然被一削而断，然后才输的。要是有一把好的兵器，我未必就会输。这时老高几人又过来了，他们商量后决定准备回头，然后老高递上一个钱袋说道：“这里是100两，还有这张欠条，公子日后到8郡的凤凰城找我。”见状我眼睛一亮，这钱来的可算是非常及时。很快老高他们走后，只剩下张小海跟在我的身边，期间他一直想要拜我为师，但都被我拒绝。将100两充值后，我再一次开始模拟。22岁你成为8品武者，在跟随商队离开刘家村的路上，你解决了一伙山贼，之后便改道不再前往王家沟。2个月后，你前往象郡天水城，开了一家皮货铺，做起了生意。28岁你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了天水城的首富，但你的财富也让一些人眼红，受到各种打压。为了自保，你娶了天水城有名的6品高手董璇的女儿为妻。之后你不敢继续扩张生意，维持着现状，开始专注于武道。29岁时，由于张小海一直忠心耿耿做事，于是你收了张小海为徒。30岁你得知刘家村被屠灭一事，只是此时你已经有了妻儿，敌人是大不敢有报仇之念。35岁学成了从山贼那里得到的35名刀法，实力大增。36岁你的商行遭遇危机，你不得不出手展露出你的刀法。37岁，就在你感觉到突破的契机时，你发现自己中毒了，而这毒是你岳父下的。为的是逼问那30刀法的来历，你将半本刀法交给他后，他还是废了你的经脉。从此之后，你成了一个废人，商行也被岳父的徒弟接手。1个月后，张小海失踪。8年后，你郁郁之下重病在床，弥留之际，张小海提着董璇的人头出现在你面前，说了一句：“师傅，我替你报仇了。”后卡血而亡，终年45岁。我看完这一次模拟人生的结局后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，真是一次比一次悲催，每一次的死法都不带重样的。这次竟然被岳父给背刺了，最后被废掉武功，死得如此憋屈。在这个世界，想要好好活着实在是太难了，想要学得高深武学，就要给人卖命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随时可能被当成弃子。经商刚有点成绩，就会招来别人的觊觎。好不容易找了个合适的人选结盟，结果因为几式刀法，亲岳父也能暗算你，顺带将你的产业全部吞掉，真是步步荆棘，稍有不慎就会摔下万丈深渊。不过这一次模拟人生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。我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张小海，真是看不出来这小子居然那么忠心，而且天资也非常不错，远胜于自己。我的岳父董璇是6品高手，而23年后张小海能够杀死董璇，自身起码也已经到了6品境界。要知道我进行了这么多次模拟，前后修炼的时间超过了100多年，连7品境的边还没摸到，真是心塞啊。模拟结束后，我选择了武道境界，顿时真气提升足足1倍有余，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。而之前我跟过山峰是55开，现在起码是73开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将最后一次机会使用了这次模拟。我准备换个思路。22岁你加入郑家，25岁你突破到7品，但35岁时你还迟迟无法突破到6品。受到郑家的质疑，慢慢被边缘化后，被放逐到天水城成为一个管事。38岁，一名郑家子弟路过天水城，因为调戏了红颜榜第10的曹依依闯下大祸。曹依依的一名随从找上门来，一人一剑将郑家在天水城的人全部杀光，你只接下了一剑，便被第2剑刺破了喉咙，享年38岁。这次又换了一种死法，想要安稳的度过一生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看完这简短的一生后，我心中感慨，看来加入世家这条路也不好走啊。模拟结束后，我依旧选择了武道境界修为，也终于突破至7品武者。之后我和张小海来到王家沟这里，原本的村民基本都被山贼杀了，我让张小海在村外等候，独自一人进村对付过山峰。但最重要的还是先找到过山峰的那批宝藏，像过山峰这样的土匪肯定是信不过任何人，只会将那箱财宝放在房间里，直接去房间找就不会有错的。于是我向唯一亮灯的那个房间走去，刚走进门就被推开一个少女，抹着眼泪走了出来。少女看见外面有人，柳眉一竖就要发作，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她的嘴巴，将她拖到一边。在土匪窝里碰到这么
么一个少女，我有点拿不准她的身份，于是便在她耳边说道：别出声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是就点头，不是就摇头。你知道过山峰的那箱财宝藏在哪里吗？闻言，少女连忙点头，指向了院中的一口水井。难道是藏在井里？我担心她发出声音把人给引来，直接抱着她就往井里一跳，伸手触摸井底，果然有一只箱子。我连忙打开模拟器，选择充值，充值成功，当前余额5325.5。看到这个余额，我心中大喜，这些钱足够我进行100多次模拟了。可接着我一看，现在模拟一次竟然要500金钱，直接涨了10倍。幸好这次的收获足够多，5000两足够我进行10次模拟了。不断积累下来，突破到6品应该不成问题。突然一阵牙齿磕碰声让我回过神来，转头一看见旁边的少女脸色煞白，身抑制不住的颤抖着，显然被冻得有点受不了了。刚要说话，突然听到上面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：美人我来了。接着就是砰的一下粗鲁的推门声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少女脸色大变，突然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：少侠求你救救我家小姐。从她的反应和刚才说的话，我已经能够脑补出大概的剧情，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小姐跟丫鬟被一伙山匪掳过来当了压寨夫人。于是我松开手，提着鬼头刀向那间屋子走去。我来到虚掩的门前，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男人，此人应该就是那位杀人不眨眼的悍匪过山峰了。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趁他说话间，我轻轻将门推开，终于见到了里面的女人。她手里反握着一把匕首，横在脖子上，决绝地说道：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土匪。一身大红喜袍在红烛的映照下，是一张绝望而凄美的脸。怪不得过山峰这样的凶残之辈也为他着迷。见到刀锋划破了他的雪白的皮肤，过山峰连忙惊慌道：住手，我以后不当土匪了好不好？只要你把刀放下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可那穿着喜袍的女子却冷冷地说道：我现在要你去死。闻言，过山峰暴跳如雷：不行，我要是死了，老三肯定会将你霸占，我不能让你落入他的手里。那你去死之前，可以把你的手下都杀干净，那是我的手足兄弟，你这是要陷我于不义。说到这里，过山峰突然一声大喝：是谁在那里？可下一刻就听得哎呦一声，那女子手里的匕首已经被过山峰夺走。没想到这货5大3粗的竟然会耍诈，就连我都差点以为自己被发现了。没想到这是声东击西之计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竟然真的多出一人。啪啪啪，3声掌声突兀的响起，让过山峰大吃一惊，猛地转过身，见是一个白衣少年，后面背着一把长剑。少年赞道：都说过山峰杀人如麻，是个冷血屠夫，没想到你倒是个性情中人，不仅有情有义，还是个痴情种子。阁下是谁？过山峰心中叫苦，这样的风姿气度分明是个世家子弟。门外的我也是吓了一跳，刚刚我只感觉到身边一道影子掠过，速度快的我反应不过来。不过既然有人出手相救，那更好，我也正好还省点力气。只听白衣少年语气平淡的自报家门：郑家郑仁杰。听到是郑家，坐在床边的绝色女子眼中亮起了希冀的光芒。郑家是向郡首屈一指的世家，过山峰在向郡作恶多年，这郑家子弟必定是来剿灭过山峰的。这下终于得救了，他差点喜极而泣。就连过山峰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面对着郑仁杰坦然道：动手吧，只希望你能放过我的那些手下。听到这话，郑仁杰再次拍手，果然是一条汉子，以后你就跟着本公子吧。这句话让在场的3个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过山峰一愣过后，然后发出一声冷笑：想让我给你当牛做马可以，只要你不拆散我们，不动我手下的兄弟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。郑仁杰一口答应了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看那个女子一眼，完全是美女如浮云的做派。过山峰当即单膝跪地，粗声道：以后但凡公子有所命，我过山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见状，郑仁杰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说道：记住你的话，明天早上带上你的人在沼泽外面等我。说完，人嗖的一下就消失在原地。看到刚才这位郑仁杰的做派，我对所谓世家的观感实在是差到了极点。一句性情中人，就可以不管对方是杀人如麻的土匪，毫无心理负担的收为手下。明明知道那个女子是被掳来的，也可以任由过山峰欺凌甩手而去，这是什么样的三观啊？趁我愣神间，过山峰也发现了我。你是什么人？当他看到我手中的鬼头刀时，更是惊怒交加，一个踏步，带着凶悍无比的气势朝我劈来。面对这势大力沉的一刀，我不闪不避，同样一刀横劈而出。这一刀快如闪电，过山峰感觉喉间一凉，脸上的凶戾变成了惊骇，嘴巴一动，喃喃道：7品武者。接着大量血液从他的喉咙喷溅出来。这个杀人如麻的土匪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而一直躲在门外的那位少女看见那个大恶人终于死了，喜极而泣地冲了进去，抱住自家小姐。正沉浸在绝望中的苏芷达突然听到侍女的哭喊声，终于惊醒过来。小姐，我们得救了。知心抱着她泣不成声地说道。苏芷达一转头看见了地上的那具尸体，确实是过山峰无疑后，浑身力量仿佛被抽空一般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像掉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。而我没有管他们，自顾自地在房中搜寻起了战利品。搜寻了一番，总共找到100多两银子。没多久，外面突然传来打斗厮杀的声音，我心中一动，难道是柳家的那支狩猎队？转头看了一眼那对还在痛哭的一对主仆，突然想通了许多之前觉得疑惑的事情。柳家之所以会派人前来连山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吧？传闻中那位红颜榜排名第13的苏芷达，那几位行商曾说过柳家想将这个女人献给某位大人物，谁知被他给逃掉了。一怒之下，柳家就灭掉了苏家满门。想到这里，我出言提醒道：柳家的人来了，你们要是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听到柳家2个字，这一对主仆顿时清醒过来。然而他们回过神，却发现我根本不理他们，已经钻出窗户就要离开。这个时候我可不想惹火上身，从过山峰手中救下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而丫鬟知心听到那厮杀声越来越近，也是心急如焚。突然她福至心灵的喊道：我家小姐有钱3万两，
下一刻，一道人影重新从窗外钻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一手抓住一人的肩膀逃离了此处。片刻后，我带着2个女人来到一处空地上，将她们放下后，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们。你们真的能拿出3万两？闻言，苏芷达转过身，从贴身的衣物中取出一叠纸，我打开一看，总共7、8张，写着4通钱庄的银票数额，从1万到几千不等，加起来正好是3万两。我尝试着打开模拟器，选择充值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转头看着苏芷达说道：“你们不会拿着一叠假银票来哄我吧？”恩公放心，这4通钱庄是大州最大的钱庄，在各个郡都有分店，并且这银票是老爷亲自交到小姐手上，绝不会有假。见他这么说，我只能姑且信他了。这3万两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带我们去平郡。这时苏芷达忽然开口，平郡在江州之西大概1000里，不过走这一趟能挣3万两也挺划算。我便应了下来，可以，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我可以保护你们。我没有把话说死，如果碰到我无能为力的情况，那只有对不起了。3万两还不足以让我拿命去拼。这时苏芷达警告道：“你可别想着半路将我们扔下，带着银票跑路。这是我苏家专用的银票，必须要有我的签字才能兑换。等到了平郡，我自会跟你去4通钱庄将银子取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银票只是相当于存折。我虽然觉得麻烦，但也没办法。不管在哪个世界，钱都不是那么容易挣的。之后我先去跟张小海会合，然后马上带着他们离开了这里。可才走了不到1个小时，苏芷达突然哎呦一声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脚扭了一下，被知心挽着，说什么也不愿走了。我在接下这一趟差事的时候，就猜到这一路不会顺利。像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估计从来没吃过什么苦，于是只能在附近找个山洞先行休息，等明天再说。反正我也没指望这样就能甩开柳家的人，他们能找到王家沟，证明队伍里有擅长追踪寻迹之人，最多明天估计就能追上来。跑是没用的，想要解决这个麻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掉那些人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增强一下实力。我坐在洞口处打开了人生模拟器。22岁，你成了7品武者，从过山峰手中救下了苏芷达。第2日，柳家的人追了上来，一场大战后，你杀了柳家4人，最后死于柳家6品武者手中，享年22岁。我睁开眼睛，这次的模拟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，柳家这队人马中果然有6品武者。现在我已经基本摸清这个系统的使用方法，模拟人生的走向取决于我当前的想法。当我想着要试一下柳家这伙人的实力时，模拟人生中的我就会留下来跟他们一战。模拟结束，我选择武道经验，顿时脑海中多了一场惨烈的厮杀的经历。刚开始我以一敌10，对方也完全是抱着戏耍的心态，直到被我杀了4人后，柳家那位6品武者出手了，仅仅用了2剑就破开我的防御，刺穿了心脏。那2剑让我有一种绝望之感，仿佛不管怎么样都无法躲开最后那致命的一剑。就在我苦思那2剑的破解之法时，小侍女知心有些哆嗦的说道：“恩公，这里太冷了，小姐的身子受不住的。我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刘家村，我们可以去那里住一晚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猛地转头，死死地盯着跟苏芷达依偎在一起的知心。我终于知道刘家村为什么几次3番都没逃过柳家的毒手，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这个小侍女。我之前想过很多可能，像是刘家村有宝藏或者隐藏着柳家的仇人之类的，却没想到仅仅是因为这对主仆想找个地方借宿。这时我又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一个村子？”闻言，小侍女解释道：“我外公就是那个村子的村长，我小时候来过，她竟然是村长的外孙女。”原来如此啊，那个村子挺远的，天亮之前未必能去到那里。既然知道症结在哪了，我自然不能把他们带到刘家村去。可是小姐她，知心看向身边的小姐，感觉到她的身体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，非常担心。见状，我让他们坐到我的身边，准备用真气帮他们取暖。可苏芷达却死活不愿意。见此情形，我有些好笑，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要端着大小姐的架子，要不是看在3万两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他。于是便淡淡的说道：“你想清楚了，你要是冻死在这里，家族的大仇可就没人替你报了。”听到这话，苏芷达身体一僵，见状知心用力将他拽起来，走到我的身旁坐下。这次他没再挣扎，我将2人的手一起握住，运转赤阳功，2人顿时感到一股和煦的暖意，并且苏芷达本就又困又乏，这时只觉得困意上涌，脑袋一歪，靠在我的肩膀上睡了过去。而坐在对面的张小海可就没这待遇了，一个人缩在避风的角落，自己抱着自己取暖。之后我一边运功替2人驱寒，一边继续进行模拟。知道刘家村被灭的缘由后，就很好解决了，只要不让他们去那里，就不会有悲剧发生。我也放下了一个心结，试探出柳家这队人马的实力后，接下来就是利用模拟器来提升实力，最起码要突破到6品，并且要拥有完整的6品实力。现在我还有9次模拟的机会。22岁，你成了7品武者，从过山峰手中救下了苏芷达后，不愿惹上麻烦，便独自一人离去。1个月后，你到了象郡的象城，被举荐成为城卫军的将领之一。之后你开始专心武道，却进步缓慢，你感觉自己碰到了瓶颈。35岁的一个晚上，你被一个神秘黑影袭击，就此死亡，终年40岁。我看见这次模拟的结果，眼中闪过一丝忧虑。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因为我的资质不高，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会碰到瓶颈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模拟结束后，我直接选了第1项武道境界。正所谓量变引起质变，我一次次模拟积累下来，就不幸无法突破到6品。随即我就感觉到体内真气在不断提升，这是我在这次模拟人生中近20年的积累。再来，你被一位路过的年轻武者所杀，你撞破了一桩谋杀，被当场灭口。你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被毒杀。我一次次模拟，脸色却一次比一次难看。到了第6次时，我的功力几乎不再增加，再往前就是6品了。可是这一步对我来说却是有如天堑。我看了一下模拟器的余额，只剩下1500多两了，这些钱只能进行3次模拟了。
看来得改变思路了。深吸了一口气后，我开启了新的模拟。22岁你离开连山后，在山外的一座小城住下。23岁你开始购置房产，娶妻生子，几年间就娶了6房7妾。30岁你已经有了13个小孩，在你的精心培养下，你有2个儿子表现出了良好的武道天赋。36岁你有1个孩子已经入品。43岁你的长孙出生了。60岁你的第12位孙子展露出过人的武道天赋，你亲自带着他前往天门山，让他拜入天门派。70岁你的那位孙子成功突破至6品，你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你这么多年止步于7品的原因，正是多年前死于柳家剑客的那个心魔，想要再进一步唯有破开心魔。82岁你含笑而终结束这一生。这次模拟结束后，我竟活到了82岁，并且一生平安无灾无难。原来这才是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的正确打开方式，而代价就是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到6品。模拟结束，我选择了第2项武道经验。下一刻我的脑海里仿佛被塞进了无数的记忆，这是我在这次模拟中整整60年学习的各种武技。等我消化完那些武道经验，外面的天空已经有了蒙蒙亮，剩下的余额只剩下1000多，还能进行最后2次模拟。之前我试了各种办法，走了那么多不同的人生路线，却都无法突破到6品。看来想要靠狗成为武道强者是不可能的，这个世界的武道光练功是不够的，还要修炼心境。看来想要突破只能冒点险了。我把心一横，开始了第9次模拟。22岁你成了7品武者，救了苏家的苏芷达答应护送他前往荼郡。第2日柳家人追踪而来，你一人一刀，转眼间便斩杀10人。柳家6品武者当即出手，10招后你的胸口被刺中一剑，关键时刻你避开了致命的要害，反手一刀伤对方。这一刻你终于破开心魔，迈入6品境界。可惜你受伤太重，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。5招后被一剑刺穿眉心，终年22岁，终于6品了。我长松了一口气，这一次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以7品的实力再次面对那位给我留下心理阴影的6品武者。模拟结束，我选择了武道境界，顿时我体内的真气轰然炸开，仿佛燃烧起来一般，将诸多窍穴一一冲开。由于我突破的时候无法控制体内的赤阳真气，而之前我一直在给身边2个女人传功，这一下输出的真气过量了，小侍女被烫到后立马将手缩了回去，但是苏芷达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很快我就察觉出异常，我的真气竟然透过她的手涌入了她体内，随后她体内便有一道清凉的气息反流回来。虽然我不知道这股清凉的气息是什么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这对我没有什么坏处，反而还是一件好事。要知道赤阳功虽然威力极大，但是也有着极大的缺陷，这门功法修炼出来的是极阳真气，正所谓孤阳不长，境界越高对身体的损害也越大，特别是到了上3品时就有自燃之祸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门功法虽然流传很广，却没有哪个世家子弟会修炼，只会传底下的护卫和手下。我本来打算等到6品以后再来解决这个隐患，但现在却意外的勾动了苏芷达体内的清凉气息，竟然可以中和赤阳真气中最阳亢的部分。这虽然让我的赤阳真气少了1分罢了，但也却多了几分韧性。功行几周天后，我的真气比起之前提升了近2倍，精纯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我睁开眼睛看向身旁的苏芷达，猜测他可能有着特殊的体质，体内阴气郁结。这时苏芷达刚好睁开了眼睛，跟我的目光撞到一起，他这才发现自己竟然靠在这个男人的身上睡着了。顿时羞怒交加，拉着知心就离开了山洞。我没有理他，看着还剩下的830多金钱。突破到6品后，模拟的价格又涨到了1000，这下麻烦了，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上那个柳家的6品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提前模拟一次总觉得不放心。等等我还有钱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杀了过山峰后，我在那个房间里搜出了100多两，于是我赶紧将那些银子拿出来充值，充值成功，当前余额1001，竟然刚好够。我当即开始模拟。22岁，你已经是6品武者，在王家沟救下了苏芷达后，你不愿与柳家为敌，次日一早带着张小海悄然离开。1个月后，你抵达项城，凭借6品的实力被举荐成为了城卫军的副统领。之后你得到了赤阳宫第4层功法，学到了军中流传的血杀刀法。30岁郡守调任打算带你一同离开项郡，可就在离开项郡的前夜，苏芷达突然闯入，一剑将你斩杀当场，终年30岁。什么鬼？我竟然被苏芷达给杀了！明明是我救了他，为什么他要杀我啊？与此同时，外面传来一些动静，柳家的人马也追上来了。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为首的是一个身披黑色裹衣的年轻公子。看见他，苏芷达眼睛就是一亮，红颜榜第13的冰肌玉骨，果然是人间一绝。童颜苏芷达神情冰冷，眼中透出刻骨的仇。柳家3公子柳的，你们柳家想将我送给五皇子，难道就不怕有一日我得宠了，让五皇子灭掉你们柳家吗？可这话却引得柳的哈哈大笑。柳的傲然道，只要我二哥在一天，就无人动得了我柳家，哪怕五皇子未来当上了皇帝也不例外。见状，苏芷达沉默了。柳家的2公子柳天年仅20岁就已经是2品强者，并且位列天骄榜第9，师傅更是神通境强者，天下10剑之一的东海剑圣，有人会为了他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吗？这时柳的似笑非笑的说道，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吧？想提醒那位将你从过山峰手里救出来的7品武者，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在这江州之内，没有人敢与我柳家为敌。可就在他话音刚落之时，拦在苏芷达前后的2名武者就一头栽倒在地。站远一点！我好不客气的声音传入苏芷达的耳中。而柳的见2名手下被杀，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。他刚刚才放下豪言，说在整个江州没有人敢管柳家的闲事，结果立马就被打脸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杀了他！柳的心中杀意沸腾，他身后的8名手下也齐齐抽出兵刃向我冲来。
然而下一刻，众人只觉得眼前金光一闪，只见一道道血花溅起，柳家8名骑士纷纷从马上落，浓浓的血味冲过来，差点将苏芷达熏吐。血杀刀法，柳的身边还有一位中年男人，一眼认出我所用的刀法，眼中多了几分凝重。你是军中之人？这血杀刀法向来在军中流传，只有校级军官才能得以传授，要么此人是军中之人，要么就是出自军门世家，绝不是普通的猎户。这时柳的也开口了：八郡柳家柳弟，不知阁下怎么称呼？他此时的态度与刚才截然不同。陈峰，我淡淡道。柳的目光一毫，是云州陈家还是神都陈家？天下间最著名的2个陈家，一个在云州，另一个在神都。云州陈家传承1000年，是第一流的世家；神都陈家与云州陈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大周开国功臣之一，世袭武安侯。不管哪一个，都是柳家不敢轻易得罪的存。我却避而不答，只是说道：这2个女人我要带走。柳弟挺着我看了一回，摇头道：那可不行，她是五皇子要的人，阁下何必为了一个女人与我柳家还有五皇子为敌？天下间女人多的是，阁下莫要自误，出手吧，我懒得再说。天下女人多的是，但是肯拿出3万两给我的，应该不会有第2个人了。一旁的苏芷达听到柳弟提到五皇子时，眼睛死死挺着我，却见我脸上没有一丝犹豫，一句出手吧显示其无可动摇的决心。他鼻头一热，眼前模糊了。破书交给你了。柳的对身边的中年人说道。中年人迈步走出，手中的长剑已经出鞘，遥指着我说道：张破，请教阁下的血杀刀法。感应到对方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，我知道此人正是曾经给我留下心理阴影的6品武者。在上次的模拟人生中，我虽然解开了心魔，突破到6品境界，但还是没能赢过此人。现在他经历了一次模拟人生，得到了近10年的苦修，学得了血杀刀法这样威力强大的刀法，终于有了与之一战的把握。住手！就在战斗一触即发之际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。3人转头看去，说活的正是苏芷达。他推开身前的知心走了出来，用有些吵哑的声音说道：柳弟，我跟你走。这句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凛凛寒风中，苏芷达柔弱的身体挺立着。这是我苏家的事，跟旁人无关。柳的先是惊号，随后大喜。苏姑娘能想通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小姐，小侍女知心看着自家小姐，已经哭得稀里哗啦。苏芷达知道，为了她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她的父母和整个家族都是因她而死，她不愿意再有人为她而死。她的祸事由自己承担，她的大仇也要由自己来报。苏芷达想起昨夜我一整晚在替自己驱寒，心中柔肠百结，轻声道：陈大哥，你的恩德我来世再报。而我回应他的却是一句傻波一，接着是一股劲风刮起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震得苏芷达耳膜生疼。转过身见我已经跟张破交上了手，他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牵住，紧张的喘不过气来。片刻后一切平息下来，我和张破只比拼了3招，第3招的时候张破就被一刀削手。柳的看到这一幕只害得魂飞魂散，毫不犹豫弃马而逃。但下一刻一股巨力带着他撞上旁边的一棵大树上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的身体被一把刀刺穿了，整个人钉在树签上。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，拼命挣扎起来，可越是挣扎血流得越快，很快他就不动弹了。我看到柳的终于死了，心里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。